妖界之王给我跪下，求我抱一抱他怀中半妖血脉的小老虎。帝叔，求你抱一抱他。眼前这堵在我洞府前，身形高大，满脸胡茬的憔悴男人是妖王白墨。他怀中的幼崽化作半人形，四肢与耳朵还是老虎形态，小小的身子不停发抖，苍白的唇间泄出微弱断续的哼鸣。我是人族，修为虽至合体期，但听不懂妖族语。白墨把他往我面前送了送，轻声道：“小脑壳在喊娘亲，他在找你。”我抿唇不语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本是玄天宗的大师姐，却在一次入秘境历练时被迫和中药的白墨发生了关系。过后，白墨欲自裁谢罪，被我制止。他心中愧疚，悄悄紧随我左右，并且寻来许多奇珍异宝，直到3个半月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。不待我动手拿掉，肚子发动，我生出一只巴掌大的瘦弱小老虎，便是他嘴里的小脑壳。见我一直没说话，这个妖界之王砰的一声给我跪下，周遭顿时泛起浓烈的肃杀之意，是隐藏在周围的妖族守卫。帝叔，我不是故意不守诺言，只是小脑壳现在需要你，只要抱他1刻钟，1刻钟就好，过后我们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低头，他怀中的幼崽脸白的吓人，求求你，他要熬不过去了。王，您不必再求这个无心的人修，我们倾尽全族之力，定能找到救小殿下的办法。我瞥了一眼突然出现的8大守卫，小脑壳是半妖血脉，许多妖族并不认同他的身份，恨不得他死，怎会救他？给我吧！我突然说话，快要绝望的男人愣怔了一瞬，慌乱站起来，小心翼翼把他放到我手上。抱着发抖的小小身子，我凝寂的心有了异样波动。我下意识把他往怀里揽了揽，嗷嗷，毫无血色的小脸往我怀里钻，尖锐的小虎爪勾住我的衣领。一旁弓腰候着的白墨脸色骤变，而妖族守卫做好小脑壳被我扔出去，他们接住的准备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也不怪他们这般，上一世我便是狠心出手将他们赶走。我转身进洞府，半个时辰后，小脑壳稳定下来，完全化成人族幼崽形态。他睁着一双水亮亮的眸子，怯怯看着我，娘亲，声音又甜又糯，难以想象上辈子是他把飞升失败的我杀死。上一世我生而不养不教，造成他行事阴狠毒辣，唯一女子搅得众生不宁。重来一世，我决定与他亲近一些。我轻拍着他的小小后背，睡吧。他瞬间委屈地瘪起嘴，小脸渲然欲泣。是了，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被我抱在怀中。他看了我许久，最终抵不住困意。我把呼呼大睡的他交还给洞府外的白墨。之后，白墨果然没有再出现。我依着上一世记忆去新开启的万象秘境寻找紫雷珠。重来一次，我险杀10级的紫雷珠守护兽。紫雷珠乃天雷之力凝聚而成的圣级宝物，我不想多事，便隐了身形。我服下4颗中品的疗愈丹药，绕道避过几波前来劫宝物的人，却撞上了白墨。他一身墨色长袍，抱臂倚着大树，坚毅的脸上透着柔和。他的不远处，一只小白虎在歪歪扭扭撒腿跑，不时乱丢雷球，四周食人花无能狂怒的疯狂摇摆。嗷呜嗷！小白虎像被掐住了喉咙一般，他眼睛一亮，跌跌撞撞朝我的方向奔来。快要扑到我腿上时，我抬手射了道结界。毫无察觉的小白虎咚的一声撞得直接翻了个跟头。他不死心爬起来抓到结界，娘亲，娘亲，呜！白墨修为比我高上许多，神识一扫便发现了我。他掐诀改变我的气息，神色紧张的3步并2步上前，将小脑壳捞到怀中离开。小脑壳不满地挣扎，血，娘亲痛痛。不是娘亲，娘亲在洞府闭关呢，不信你再闻闻，还是娘亲的味道吗？交谈声渐行渐远，我朝相反方向寻了个山洞，设下结界炼化紫雷珠。7天之后，炼化到了最后阶段，天空黑沉，紫雷珠中的雷电灵力挤满结界，灵力源源不断进入我的丹田。突然，我的耳边响起一声无比微弱的娘亲，我心中漾起一丝不安。上一世我也听到这声娘亲，但小脑壳身边有白墨，再不济还有8大守卫。我摇了摇头，
摒弃掉横生的杂念。彼时，万象秘境最西边，一只小白虎被束腰网抓住，挣扎之际被专克妖族的金光伤得奄奄一息。他下意识喊着娘亲。八大守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意识到时又被阴险邪术牵制住，不得已他们给白墨传音。一名长相邪气的御兽师拿着幽青的鞭子走近，不愧是有着一丝上古神兽血脉，才5年就会说人话了。小白虎闻言，强撑着站起来，龇牙低吼警告。一名年轻男子道：小畜生性子这么烈，大师兄快让他见识见识猎兽鞭的厉害。另一人道：估计一鞭他就半死不活了，有上古神兽血脉又怎样，还不是该被大师兄训话。鞭子啪地甩下，小白虎身形狠狠晃了晃。一旁看戏的人纷纷拍手称快。喊了这么久也没见他父母出现，肯定是血脉不纯被抛弃了。没娘要的小畜生，我好心告诉你，想少挨打就乖乖结奴仆契约。大师兄你看他这样子，看来还是不服你。被称为大师兄人又是狠狠甩下一鞭，小白虎彻底栽到地上。与此同时，秘境东方打下一道天雷，小白虎朝着那个方向绝望悲鸣：娘亲救救小脑壳！鞭子再次高高扬起，小畜生安静点！却在快要落下时，鞭子被雷电侵蚀，化作了黑色粉末。我撕碎束腰网，抱起奄奄一息的小脑壳，悄悄后退的几人止住脚步，放出嗜血妖纹。乌压压的妖纹笼罩在上方，铺天盖地的嗡嗡声让人血液倒流。他们喷吐的酸液和利爪能顷刻将一头圣兽杀死。为首的男人看到我后退一步，狞笑着手一挥，命令嗜血妖以进攻。我捻起法诀雷江洪流，以我为中心，显出大量的雷电之力，化作紫江，如汹涌洪水瞬间上涌，将他们吞噬殆尽。几人笑意僵住，双腿发抖。前辈，我们是御兽宗的人，前辈喜欢这小畜生便带走吧。方才误以为前辈是妖族之人，才唤出妖兽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小脑壳的呼吸越为微弱，我连忙找出白墨误送的妖魂归元丹，趁我给小脑壳喂丹药之际，几人拔腿就跑。我抬手掐诀，以无之名召天雷神罚。啊啊啊！刺耳的嚎叫声此起彼伏。我捂着小脑壳的耳朵，冷眼看着一道道天雷劈到他们身上，直至湮灭。小脑壳的气息极度不稳，我拿出空间法器瞬移到上一世阴宗严苏苏发现的灵犀仙谷。传言这里最适合妖族疗养，还有能让妖族起死回生的天才地宝。我本意是想避着人，却阴差阳错瞬移到了一个院子里。我刚想离开，被一道温柔的女声叫住：这位道友可是有事？她嫣然含笑，双眸明净清澈。我一眼认出她就是阴宗天才严苏苏。我摇了摇头：哎，别走，你怀中的幼崽快撑不住了，我能救他。严苏苏不容拒绝地将我拉入家中。她拿出2颗纯白丹药，这是炎魂丹，你快快给他服下。这是上品疗愈丹药，她好像递糖豆般递给我。多谢。小脑壳吃下后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好了一些。他上前摸了摸小脑壳的额头，眉头紧锁，他伤到了元魂。见我脸色不好看，他安抚道：你别担心，我有救他的法子。你继续给他输灵力，我去一趟后山。说罢，他便离开了。我环顾这精致温馨的房子，暗叹果真是气运之女，心善一心大。这时门后探出一张与严苏苏十分相像的小脸。我不会与孩子打交道，便垂眸盯着小脑壳，只放一丝神识留意。他挪着小碎步想要出来，被另一个差不多大的板着小脸的男孩拉住。哥哥，我悄悄去看一下，不会让他发现。愚蠢！我才不蠢，我会很小心的。2小孩争辩不休，我掐了道隔音诀。约莫一盏茶功夫，严苏苏回来了。我撤去隔音，活泼的小男孩撒腿去抱住严苏苏。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被称为哥哥的小男孩眼睛瞬间晶晶亮，但留在原地没有动。我终于注意到他抱着一颗花纹繁复、色泽暗雅的蛋。他敏锐感知到，警惕地看着我，同时把蛋往怀里收了收。我收回视线。严苏苏走到我身边，
道友，这是我刚炼制的9餐凝魂丹，你快给他服下。圣品疗愈丹。我愣了一瞬，赶忙道谢。服下丹药后，小脑壳进入了沉睡修复期。我从空间镯中掏出4件极品防护法器。道友心善，弟叔无以为报，几件防护法器，道友莫嫌弃。这是我的玉牌，还望道友收下，如遇危险捏碎，我定马上赶来。弟叔道友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只是举手之劳，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他一双杏眸干净真诚，我勾了勾唇，你救下我的儿子，请务必收下。啊，他是你的儿子？半妖血脉，真是缘分。忘了说，我是阴宗的严苏苏。他看向小脑壳的目光愈为怜爱。许儿、朗儿，快过来，这是我的2个儿子，名为清许、清朗。我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到清许抱着的那颗蛋上。他注意到，接过蛋，神色黯然，这也是我的孩子，是一颗死蛋。妖族圣医说我是半妖血脉，许儿和朗儿能出世，便是极大的幸运。鬼使神差，我抬手，刚碰到，咔嚓，蛋壳破裂的声音，我感觉浑身血液倒流，犹如坠入冰窖。我好像把小脑壳救命恩人的孩子彻底弄死了。咔嚓咔嚓，我僵硬地把目光移到严苏苏幽黄的脸上。抱歉，我娘亲，蛋宝的爪子，它要破壳了。啊，娘亲，你把蛋宝抱反了。严苏苏闻言，赶忙小心翼翼把蛋上下转了半圈。果然，一只青色的小爪子扒着蛋壳，随即响起一阵卡叽卡叽的声音。很快蛋壳消失，剩下一条小青龙在严苏苏掌心轻蹭。蛋宝是妹妹。耶，我有妹妹喽。严苏苏半蹲下来，让2个儿子看妹妹，但她的目光却落在我身上，十分热切。我警铃大作，雌性小青龙。上一世小脑壳苦追的女子，本体便是一条青龙。严苏苏眉眼含笑，看来蛋宝和弟叔道友十分有缘呀。是苏苏道友心善积德，福及孩子。再缘来缘去，小脑壳和这小蛋宝可就又要牵扯不清了。蛋宝出世是喜事，我与小脑壳便不打扰了，等他伤好一些，我再带东西来祝贺。所幸他沉浸在孩子破壳的喜悦之中，没多做挽留。我在灵溪仙谷寻了处最偏僻的地方，拿出法器，凌空一划，法器便化作一座小院子。7日后，小脑壳终于醒了。他懵懂地打量房子，见我在床的一侧打坐。他用小爪子揉了揉眼睛，不可置信。娘亲！他本想往我怀里来，后知后觉发现自己现出了本体，嗷了一声，开始化形。但只能坚持一刹那，他焦躁不安地趴在我旁边，却不敢让我抱抱他。他神识未全时便知道我不喜他这本体。他趴下来，自以为以我没发现的速度，孤勇着挨到我腿侧。我竟从一张虎脸上看出了心满意足。一会儿后，他还尝试着化形。我无奈，你伤得太重，这段时间都不可以化形。他瞬间萎靡下来，在他心里化形才有可能被娘亲抱在怀里。我没忍住将他捞到怀中。好了，不要再动用灵力。他瞪大暗金色的眸子。嗷嗷，我才发现一只小雄虎也能叫得这般点儿。我轻轻揉了揉他的头，将他哄睡后，我出了院子。门口果然放着几颗兽精，还有一些无毒的妖兽肉。这些东西从我住到这里的第3日便每日出现。鲜少人知道我喜欢凡界食物，曾经跟了我3个半月的白沫是一个。夜里，小脑壳悄悄出了门。爹爹，你又受伤了。嘘，爹爹没事，你可有闹娘亲了？没有，但是我想要爹爹和娘亲。白沫沉默了片刻，做老虎不能太贪心。小脑壳知道了，声音蔫蔫的。安静了一瞬。爹爹，我想回去陪您。别说胡话，爹爹的伤再过几天就好了。你和我有一个能待在你娘亲身边，便是极大的幸运。你跟着你娘亲，爹爹开心也幸福。快回去吧，别让你娘亲发现了不高兴。我闭眼装睡，任由偷偷摸摸回来的小脑壳钻到怀里。这小不点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。第2天，我留下留音时便出了门。
我没忘记，还欠着一个道贺。地叔道友你来了。一见我，严苏苏小跑着迎上来，活泼的不像是3个孩子的母亲。我点点头，将礼品递给他，他顺势递给了身后高大俊美的男人。清渊，这便是我与你说的住蛋堡破壳的地叔道友。我连忙道，不敢鞠躬，是苏苏道友福泽深厚。名为清渊的男人剑眉紧锁，你身上怎么有那个男人的气息？谁？我慎重地想了想，小脑壳应该还不能称为男人。白墨。我愣住，下意识思索我与白墨的关系。我是他儿子的娘亲。气氛瞬间诡异，我合理怀疑他与白墨不对付。我难得后悔上辈子生下小脑壳后隐世不出，所幸蛋堡小青龙突然窜到我怀中，打破这剑拔弩张的气氛。我回去已是午时，外墙角一男人盘腿坐着，手中拿着一木盘子，怀中窝着一小白虎。爹爹，今天娘亲做了好多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小脑壳特意等着爹爹来一起吃的。我儿子真好。窝墙角2人组你一口我一口。下次小脑壳还给爹爹留。好，但是你娘亲？我不会让娘亲发。娘亲？白墨猛地抬头，双颊骨囊囊。他慌乱咽下去，一手抱着小脑壳，一手端着盘子站起来。他低垂着头，我错了，我马上走，你别生气。他在我面前连辩白都不敢。我拎过小脑壳，走了2步，发现他还在原地。进来。白墨带住。进来。我耐着性子重复。正厅，我抱着小脑壳坐下，他沉默地坐在下手。小脑壳受伤那日，你去哪了？在妖界处理与东苍妖界的领域问题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他。那深邃的眸子里满是歉意与自责。小脑壳抱着我手臂诺诺道，娘亲，爹爹肚子痛。迎上我探究的目光，他一闪而过期待。一点就伤，无碍。娘亲。小脑壳可怜巴巴看着我。我暗暗叹气，我看看。闻言，他整个人局促不安，暗暗搓着衣袖。去榻上，躺下。啊，好。我将小脑壳放到里侧，却见他躺得板板正正。我帮你解开。不是，我。罢了，你别动。依着他在我面前的拘谨，我动手还快一些。我俯身解开他的衣扣，他默默把手臂横亘在脸上，挡不住的地方皆是薄红。伤在腰腹，伤口青黑，悄然侵蚀扩大。我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这便是他口中的无碍。青龙幽活。我从他之前送来的奇珍异宝中翻出治此伤的苍幽子霜伞。须剃去死肉，你且忍一下。我幻化出小巧的雷刃。小脑壳满是好奇看着我们。小脑壳把眼睛捂上，他乖巧地在白墨颈侧趴下，用虎爪捂着眼睛。一炷香后，把苍幽子霜伞抹上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我施了个清洁诀，又见父子俩竟睡着了，便幻化出一张被子。月上中天，我在院子里打坐。醒了？多谢。妖族幼崽重伤后，需要双亲的元息滋养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若不是严苏苏告知，我怕永远也不知道他将元息注入了寿丹，这对他的伤百害无一利。不碍事。我喃喃道，惯事逞强。他略微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，那你可会心疼？我诧异地抬头，月光下，他的眼眶红了一圈，氤氲着水雾。白墨，我无需解释，当我胡言乱语就好。夜风吹来，他黯然消失在原地。他的心思我怎么会不知？可我身负清心教导我的掌门和师傅寄予的飞升仙界、重振宗门的厚望。这日，我带小脑壳去仙谷寻九霄雷霆藤。仙谷深不见底，空空悠悠，俯首一望，好似一幅水墨画。我带着小脑壳御剑下去。救命！救命！呜呜呜！我与小脑壳对视一眼，他一跃到我怀中，我抱紧，加快速度。不消一会儿，便到了其实错乱的谷底。循着呜咽声，看到了被雷霆藤缠绕住的小男孩。小青娃！呜呜！地叔姨姨，救救我！好，你别乱动。
所幸这极品九霄雷霆藤没有守护兽，但已有万年生出了灵智。竟来了一个无知的人族，尝尝本尊的厉害。一条带浓郁雷电灵力的藤蔓突然袭来，我抱着小脑壳左闪右躲，顾及清朗还被他捆在主体前，我没有反击。他抓不到，愈为恼怒，几根藤蔓同时袭来。我冷笑，万年九霄雷霆藤竟是个拿小孩做挡箭牌的胆小鬼，本尊才不是。那你可敢将他放下，与我坦坦荡荡打一回？我当然敢，谁怕谁。我将小脑壳和清朗放置安全地方，然后丢下一个极品防护罩。藤蔓才四面八方出现，蕴含的雷电之力竟抵得上修士合体中期的雷劫。我才刚上合体前期，我脸色一变，又往他们身上丢下几个上品防护罩，换出本命剑。不自量力的人族，怕了吧？说话间，藤蔓快速袭来，在藤蔓快碰到我时，雷霆万钧，藤蔓断了一半。他恼怒不已，可恶！万藤化雷，藤蔓聚拢，其雷电之力化作成年男子身形大小的雷电。雷神之怒，浓郁的紫色雷电将我与九霄雷霆藤淹没。轰隆隆，砰砰砰！娘亲！地书移移，滚滚浓雾散去，两小只朝我奔来。嗨嗨，我没事，我施灵力将他们挡住。我防护法衣稀碎，通身上下在滋啦冒电，他们碰到会受伤。余光瞥见一条紫色藤蔓贴着墙壁逃跑，我拼着最后的灵力将它抓到眼前，又划开小脑壳的手，一滴血落在藤蔓上。小脑壳跟着娘亲念：以无血为契，以汝念为锁，契约缔结，终身相随。以无血为契，以汝念为锁，契约缔结，终身相随。啊！坏人族竟然偷袭我！小脑壳一把抓住他，你才坏，打我娘亲！小脑壳，藤蔓与你签约了，便是你朋友，不许打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小脑壳拽着他去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我想了想没有阻止，转头看到清朗的小脸上满是愧疚。我除去身上的雷电之力，朝他招了招手。姨姨没事，小清朗过来。他扑到我怀里，可有受伤？他摇摇头，没事就好，怎么一个人来这危险的地方？你娘亲可知道？娘亲不知道，有东西吸引我来这里，可我一到这就被藤蔓抓住了。现在还能感觉到吗？能，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面。奈意陪你去看看。他开心地将脸蛋轻蹭我脖肩，和小脑壳的撒娇一模一样。小脑壳不知何时站在我们身侧，脸上一闪而过的阴郁。见我看他，脸上扬起甜甜的笑，抬手示意缠在他手腕的九霄雷霆藤。娘亲，他叫小九。我点了点头。我御剑带两小只飞到半山腰，按照清朗说的朝南边飞去，却看到了数十个山洞。清朗站在剑尾，好奇地探头探脑。小脑壳站在他身后，面色阴郁地抬手欲将其推下去。百里昂住手！小脑壳唰地将手背在身后，脸色惨白看着我。清朗不明所以转身，懵懂地看着我们。百里昂是小脑壳弟弟吗？真好听。弟叔姨姨，您为什么凶他？闻言，我心中怒意更盛，私心让我无法将此事坦明，我随意扯了个借口，然后转移话题。小青狼感受一下是哪个山洞。他闭眼凝神，前面第7个。我随他进去，里面竟有一只具有超凡智慧，可以给主人建议且能预知未来的玉瞳灵猫。玉瞳灵猫一见清朗便乖巧凑近，主动要与他契约。清朗虽对他十分喜爱，但是克制着没有抚摸。姨姨，这是你的机缘，与他契约吧。走出山洞，清朗高高兴兴和被我控制在剑上的小脑壳分享他契约的朋友。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以为改变小脑壳化形和万象秘境的经历，就能避免他在成阴狠毒辣的行事风格。但他刚刚要对清朗动手，我才知道那只是我的幻想。我将清朗送回去，找了个借口从严肃肃的千恩万谢中脱身。回到小院，百里昂，你可知错？他梗着脖子不应声。怎么回事？小脑壳，你怎么惹娘亲生气了？
白墨收到我的消息，匆匆赶到。他想要将清渊和严苏苏的孩子清朗推下100丈高的谷底，那孩子与他无冤无。他抢我娘亲，抢了我娘亲，是坏人。他咬着嘴唇，不让眼泪落下。我万万没想到他是这般想的。我朝他张开手，过来，来娘亲这里。他犹豫地蹭着步子靠近，我一把将他捞到怀里。对不起，是娘亲没顾及你的想法。他彻底绷不住，呜呜大哭。待他哭够，我试着和他讲道理。我抱清朗，只是因为他如你一般大小，遭此危难，定然心中害怕。就像你遇到危险想要娘亲一样，他也想要一个像娘亲一样的人抱抱他。娘亲帮他护他，也是希望以后你若遇危险了，我不能及时赶来，你也能有人帮忙。你可懂？他抽抽噎噎道：小脑壳知错了，娘亲不要生气。待他睡着，我与白墨说出我的计划。你要带小脑壳去历练？我没想到我不在的这5年，对他伤害这么大。我看着怀中熟睡的小脑壳，我亏欠他太多了。你同意我带他去吗？毕竟小脑壳还是妖族的少主，怎会不同意？求之不得。他直勾勾看着我。我道：我这有子母传送玉符，你可随时来看他，可不能让他有了母亲，却失了父亲。我将传送子符给他，叮嘱道：到时我给他历练部任务，你不许插手，不许帮忙。他将这下品玉符贴身收好，轻笑道：好，都听你的。我默默把目光移开。其实决定带小脑壳历练，更是想让他感受世间百态，不易拘泥于情爱，好度过那情节。历练第3年，小脑壳在潮湿沼泽打凶兽，意外遇到清朗，他们合作杀尸魂蚁群，成好友。历练第4年，小脑壳因食人村的一对凡间小朋友的生死友情，哭得稀里哗啦，特地让我带他去找清朗，然后抱着不明所以的清朗边哭边道歉。得知原因的清朗气得把他揍了3顿。历练第10年，我与小脑壳在凡间已除去数万邪修恶妖。当我们将一个将南方小国的皇帝变成傀儡操控的邪修除去，新帝登基，百废俱兴时，小脑壳说：娘亲，我以后如果能继任妖王之位，我要做人君，让我的子民都当好妖。如果不能当妖王，我就去行侠仗义，专打坏妖。历练第20年，我带他见了我的掌门和师父红影灵尊。二老并非我想象中的对小脑壳万分厌恶，反而送与他许多适合半妖血脉修炼的灵草灵丹以及防护法器。彼时我的境界已是大成中期，他们十分欣慰我没有因为成了一个母亲而忘记道心。掌门、师父、弟子不孝，狠心离去20多年，枉负大师姐之名，此乃时也，命也，不怪你。我道：弟子现下还不能回宗门，但宗门有需要，可随时吩咐。叔儿，还真有一事。师父，您尽管说。10大宗门预测到几日后无尽荒野将爆发兽潮，你可愿随宗门去抵挡？徒儿愿意。小脑壳也要去。这……掌门放心，小脑壳现在的实力乃是人族的金丹后期。妖族长得慢，20年过去，他的身形只大了一丢丢。因着小脑壳的特殊，我没带他坐云舟与宗门一起去无尽荒野，而是选择较慢的遇见。到达时，兽潮已经爆发1日，所幸周遭数百里的人族已经被疏散迁徙。抵挡兽潮的第10日，10大宗门的人伤亡过半。一众掌门、长老表示，无尽荒野深处可能有生出灵智能操控兽潮的恶兽。众人商讨派各宗门天资最好的弟子组成一队前去查探。大师姐，大师姐，小脑壳现出本体，冲进无尽荒野了。什么？我心中惊惧，不顾师父阻拦，唤出本命剑也冲了进去。我一路斩杀凶兽，法衣染成血色，却在快到腹地边界时，被一恶魔一师拦住去路。快要进入圣级的飞行凶兽，十分难缠。他动作敏捷，爪子坚硬锐利。我不欲多做纠缠，以无之名召天雷神。嗷呜，嗷呜，如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凶兽们纷纷停下攻击，朝腹地贴面跪伏，连攻击我的恶魔一师也不例外。嗷呜嗷呜，
凶兽们恢复理智，兽潮退去。我循着虎啸声过去，一抹白色身影从密林窜出，扑到我身上。娘亲，娘亲，小脑壳厉不厉害？我用神识查探，确定他没受伤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我揉了揉他的脸，小脑壳最厉害了。他道自己受一个声音影响，不受控制冲进来，然后一抹血光渗进他的额头，那是上古神兽白虎的精血。白墨撤去隐身诀，也不枉你娘亲带你做了那么多善事，这是你的机缘。小脑壳睁着水亮亮的大眼睛看着我，娘亲，真的吗？我揉了揉他的头，终于，小脑壳的机缘也能如天道眷顾的纯妖血脉清朗他们一般好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宗门，只说是恶兽幽魂作怪，白墨放心不下小脑壳，赶来出手弄死。告别师傅和掌门，我带着小脑壳回到灵溪仙谷。有上古神兽白虎的精血加持，小脑壳妖族少主之位的质疑声几近没有。妖族8大长老前来请小脑壳回妖界，教导他如何当一个合格的王。去吧，你是娘亲的骄傲。他依依不舍。我失笑，欲掰开他的手，不然依他的黏糊性子，能磨到晚上也不愿走。好了，松手吧。就在他最后一根手指被移开时，他忽地身体笔直向后摔去。我眼疾手快揪住他的领子，他在睁眼，目光冷厉狠辣。李昂，他不答，看我揪住他的衣领，脸色一变，抬手朝我出击。我挡去一招，将他双手竖起来，他竟张嘴要咬我的手臂。我捏住他的下颚。白墨从小厨房端着一碟肉干出来，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们。我淡声道，他长牙了，你和长老们说一声，半年后再来带他走。好。哪怕知道是我胡乱编的借口，白墨也是毫不犹豫应下。他还极配合上前，捻去一块塞到那半张的嘴里。你娘亲新做的肉干，适合你磨牙。见他一直盯着白墨的背影，我不由软了语气，那是你爹爹，不认识了。不管他的抗拒，我将他拢入怀中，上一世我至死都没有亲近过他一下。我没有说穿他重生的事。夜里，我寻来白墨，说今后他继任妖王之位，肯定不能肆意玩，趁现在我们如寻常父母般带他游历山水。于是我俩带着别扭的李昂化作普通修士。3个月后，他终于和我说话，开口第一句却是我要走了。我鼻子一酸，他又道，原来你可以这般温柔。李昂，你一直知道我是上一世杀死你的白里昂，不是你听话的小脑壳，对吗？对不起，上一世我一直以为妖族不喜人族，我离你远些，你便能被他们接纳，却忘记了你需要母亲的陪伴。他嘴角微微勾起，原来我这样坏到根的半妖，也是一直有被娘亲放在心上。他主动依偎着我，声音眷恋，娘亲，你哄我睡觉吧。好。月亮湾，星星闪，我的孩子，娘亲的双手永远保护你，世上已静，快快安睡，一切温暖都给你。这短暂的归来，也许是神兽精血的玄妙，也许是天道垂怜我这可怜的李昂。再睁眼，他走了，我最深处的执念也随之放下。而白墨看到活蹦乱跳的小脑壳，他才敢悄声问我，之前3个月小脑壳怎么怪怪的？毕竟极爱他的儿子3个月都没有缠着他玩闹。我道，他想要咬人，接着性子大变3个月，是因为我给他喂了一颗试炼的归元丹。白墨听后委婉劝说我不要再炼丹了，我爽快应下，执念放下，我修炼速度越发快。100年之后，飞升结云在玄天宗的剑阴峰上方凝聚，紫色电光在浓厚的乌云中穿梭，雷电以一往无前之势落下。天地乾坤，大千界法，天雷神威，为吾所用。我将48道天雷的威力凝聚在本命剑上，用以对抗最后一道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的雷劫。雷光散去，接引金光落下，灵雨润泽6界。我飞升后不久，首次踏入妖界，却是去参加东苍妖王清渊和妖后严素素的婚礼。如今4方妖王交好，白墨自然也来了。新人拜堂入洞房之时，我竟感知到之前送严素素的玉符碎了。我悄然从大厅离去，来到花园，
却听到小脑壳贱嗖嗖的声音：“你没事吧？蛋宝妹妹，你把地叔姨姨赠予我娘亲的玉符弄碎，你打算怎么赔？”小脑壳哥哥，蛋宝也就是清晰，冷冰冰的声音响起。我合理怀疑两人在故意恶心彼此。想到小脑壳的情节，罢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不喜热闹，便去了花园的另一处凉亭。月亮升起，也许你可以去看看吸金的月亮。我转身，白墨站在我身后。你怎么来了？青渊和南阙、北玄两位妖王说不与没媳妇的妖喝酒。我挑眉，他慌乱移开眼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本来小脑壳是我偷偷做手脚，不让你发现自己怀胎而出生的。与你有了一孩子，便是极幸运，我不该贪求太多。他默了一瞬，可我忍不住。以前你一心修炼，我不敢明说，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追求的机会？他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袖，你不许不回答。他声得高大，我虚微微仰头看着他，暗金色的眸子中满满当当映着我。如若我说不可以呢？他身形一致，只要你未嫁良人，我便不会放弃。月光下，暗金色的眼眸氤氲着水雾，一如当初问我会不会心疼他一般。心念一动，我道：抱抱。我张开双臂，他不可置信，忐忑地缓缓靠近，轻轻拥上。我暗叹了口气，主动抱紧。阿叔，你是同意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出本性，轻蹭我的脸。阿叔，我很欢喜。阿叔，我心悦你很久了。喝酒了？抿了一口。他动作一顿，我等下要和那3个妖说我是你的妖了。我勾了勾唇，好，果真是酒壮怂腰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